嗨，大家好，我是老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最近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蠢蠢欲动，考虑在今年开春的时候投一把房地产。而这些人不单单是住在加拿大的，还包括很多住在美国的朋友。其实不仅仅是他们，我自己对于在2023年投资房地产也是颇有些想法的。从去年11月份到大概1周之前，我都在很努力的看房，甚至还写过几个 offer。但是现在我却不打算在2023年出手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不打算在2023年出手买房了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并不看好今年的房价走势。老闵自己来加拿大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也买过也卖过不少房子。在我看来，要做好房地产投资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房价的变化规律主要就是3个要点：短期看季节，中期看利率，长期看人口和通胀。这每句话都是什么意思以后咱们再慢慢说。今天咱们先说第一句，短期看季节。有多短？1年。对于2023年的房地产走势，我的判断呢是平衡式以下，大概率是熊市。现在我可以把今年最有可能的加拿大房价的走势呢，按照月份来给大家捋一捋。美国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大家接着往后看，在后面的视频里我会举一个例子，就是以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为样板，说的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规律，同时还会说一下我对美国2023年房地产市场走势的一个预测。如果你对加拿大的情况呢不是很感兴趣，那么你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点去看美国的情况。好，让我们回到加拿大的房价走势。在2023年的年初，也就是现在，加拿大呢会出现房价的低点，随后5、6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出现2023年房价的高点，然后7、8月份又会出现房价的低点。我个人判断这个低点呢，可能会比年初的时候还要低，也就是比现在还要低。随后在2023年的9、10月份会出现一个小的反弹，年底又会出现房价的低点。如果不出意外2023年底的这个房价应该会比2023年初，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房价更低。但是会不会比7、8月份的这个房价低点还要更低呢？这不一定。整体来说，2023年会是一个熊市。这张图呢，就是我对2023年加拿大房地产整体走势的一个主要判断。有人可能会说老闵，你这个判断是不是有一点点过于武断了呀？有什么依据吗？其实我的这个判断并不武断，大家也看得出来，我是一个技术派，喜欢用数据来刨根问底，用数据说话。如果我发现别人给我提供了一个数据，那么我是一定要找到出处的，彻底弄清楚这个数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才会放心。这呢，可能跟我以前从事的是证券工作有一定的关系。我做出的这幅图当然是有依据的，这是我多年关注加拿大房地产市场，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来的北美房地产熊市波动规律。这个结果我用数据已经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验证过。当然这每年的波动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的。我之前其实就做过一个视频，名字叫做房地产涨跌规律，里面就是以大温哥华为例的，对房价的波动讲得比较详细。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下面说明的文字栏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对于2023年加拿大的房价走势，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今年年初房价的低点依然会出现，随后5、6月份的时候依然会出现2023年房价的高点，紧接着7月份、8月份出现一个房价上的低点，这个低点可能会和年初的时候持平，9、10月份会出现今年房价的第2高点，年底又会出现房价的低点，这个低点有可能和年初持平，也就是说今年会是一个平衡市。如果非要对今年的房价走势给出一个概率呢，我觉得75%的可能性是熊市，24%的可能性是平衡市，1%的可能性我给牛市。1%的牛市会在什么样的市场条件之下出现呢？就是美联储突然发疯，把利率迅速降到0%，这样的事情他们干过。2020年3月他们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前面是我对2023年加拿大房价走势的一个整体看法，现在我们来说说美国的房价当然也存在季节性波动的现象，但是却需要做一点点小小的修正。为什么？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房价的高低点出现的时间往往比加拿大要往后错1到2个月。如图所示，这是过去10年美国房地产中位价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房地产存在明显的季节性规律变动。大家很容易就可以从图上看出美国房价每年的波动图形几乎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变化规律，我感觉其实是比加拿大的房地产要更加强烈的。在美国，每年年初基本都是房价的低点，6月通常都是1年内的房价高点，随后市场调整，大概会在11月前后的时候出现1年内房价的次高点。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明白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因此我觉得美国2023年房地产走势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年初房价低点，6月前后将会出现2023年的房价高点，随后房价将顺势调整，一直到年底。当然11月附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跌势放缓，但是最终年底的房价会比年初更低。也就是说2023年是一个房地产熊市。另一种可能是其他的情况都和第一种差不多，区别就在于年底的房价会和年初持平。也就是说2023年大概率会是一个房地产的平衡市。如果大家感觉我在这个地方说的有一点点快，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仔细看一看这张图。我为什么不打算在2023年买投资房了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租金无法实现现金流平衡。什么是现金流平衡？就是说除了首付之外，这个房子的租金能够完全覆盖它的所有持有成本，包括银行还款。我现在可以来给大家算一算同时也请大家把下面的订阅、点赞、分享都点了，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开始算账。以大温为例，目前大温独立屋均价在180万加元左右，就是大约135万美元，或者大约900万人民币。假如在最便宜的地区，比如阿福，花100万加元买入一处5卧3卫带套房的独立屋，首付20%，银行贷款就需要80万加元，还款期限是为25年。我们来算一算，第一项还贷，目前银行利率大约在6.5%左右，那么每月的还款就是5358加元。第二项保险，每月大概是150加元。第三项地税，
像这种100万加元带套房的独立屋呢，在阿福大约地税是5000加元，平均每月差不多就是400加元。第4项，房屋维护，每个月我们平均算它200加元，那么加总就一共是6108加元。用6108加元与总房款100万加元相比，那么就可以得出这个房子的月持有成本大约是房价的6/1000。这就意味着阿福的这个房子要大约达到每月6/1000的房屋租售比才有可能盈利。在这里，老米科普一下房屋租售比的概念。房屋租售比就是用每月的租金除以买价而得到的一个比值，是衡量房产持有收益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那么阿福的房子有没有可能达到每月6/1000的租售比呢？我们来看看这套5卧3卫带套房的独立屋实际能租出多少钱。假设这套5卧3卫的独立屋，主套为3卧2卫，辅套为2卧1卫。3卧2卫的主套，目前阿福的市场租金呢，大约在每月2500加元左右。2卧1卫的辅套，目前阿福的市场租金大约在每月1600加元左右，那么加起来就是4100加元。实际的租售比就是用4100加元去除以100万加元，那么就是大约4/1000和6/1000的月持有成本之间，大约还有每月2000加元的缺口，那就是差不多1500美元，或者是1万人民币。这样的差额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来说，承担起来还是比较痛苦的。阿福4/1000这样的租售比，基本就是目前大温房地产出租收益的极限。大温其他地区的房地产租售比只会比它早，不会比它多。当然我指的是按照目前的买价。这意味着至少在大温，在当前的房价和当前的利率条件之下，实现出租的现金流平衡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北美其他城市的朋友们应该怎么算账呢？我给出的阿福的例子是按照 6.5% 的贷款利率来进行测算的。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把月持有成本6/1000作为实现自己房租现金流平衡的一个盈亏点来进行快速计算。我估计这个差距不会太大。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购买投资房，租售比能高于6/1000，那么就是盈利的。如果低于6/1000，那基本可以认为你是亏损的。不过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购买的是共管的公寓、联排或者是独立屋，独立屋也有共管的，那么每月通常还需要额外支付房价的0.5%到1/1000不等的成本来覆盖共管费。这就意味着你的现金流平衡点大约会在6.5%到7/1000。当然我们还要注意更麻烦的一件事情是6%的盈亏平衡租售比的计算基础呢，是这个 6.5% 的贷款利率，它可能只是暂时的，未来还有可能继续提高。2022年12月最后一次的美联储利率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了一个视频讲话，提出了在2023年到2025年的利率控制目标。我把原文贴在这里，中文意思就是预计明年年底，它这个明年年底其实指的就是今年2023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适当水平为 5.1%， 比9月份的预期高出 0.5个百分点。到2024年底的预期中值为 4.1%， 到2025年底为 3.1%。对于这一次利率会议，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很重要的内容。我觉得对于所有希望躺着实现财富自由的人来说，都不应该错过。我在去年底也做过一个视频，就叫做未来3年利率趋势，我同样会放在下面视频说明的文字栏里面，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回到正题对于这样的一段话，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它至少意味着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贷款利率还会继续提高。加拿大和美国的基本利率目前分别是 4.25% 和 4.5%， 而2023年底的利率控制目标是 5.1%。 加拿大和美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利率控制目标是 5.1%， 那么加拿大基本也差不多，也会在 5% 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贷款利率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还要提高大概 0.5% 到 1%。 而且就在这几天，美国的非农数据又出来了，一片大好，美股强势反弹。咱们经常做股票的人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美联储就很有可能继续维持强硬的鹰派立场。有美联储的高官已经放话了，他觉得2023年底 5.1% 的控制目标还不是终点，他认为应该提升到 5.4% 甚至更高才合理。所以投资房现金流平衡的租售比可能需要从 6% 提高到 7%。 这样的一段话还意味着第二件事情，铸就2020年到2022年初这一段大牛市的 0.25% 的超低利率时代，至少在未来的3年是看不到的，对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已经放话了吗？他说在2025年底之前，利率都要维持在 3.1% 之上。这么高的利率，至少在未来3年，我觉得房价是很难上涨的。以上这所有的观点都是基于投资方提出的。正是因为对于2023年房价走势和利率走势有不太乐观的看法，所以我才决定在2023年不买投资房。那么2023年自住房应不应该买呢？我以后再跟大家说。如果你觉得我的观点有点意思，请订阅、点赞、分享我的视频。好的，朋友们，再见了。